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咯。这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聊聊呢有关于心灵课程上面的问题。前一阵子啊YouTuber 席兰呢 po 了一个大概2个多小时的影片这个影片呢详细的揭露了呢所谓的什么3阶段心灵课程的一个秘辛涉及了人心的操控、剥削呢，以及可能会制造人的心理疾病的一个课程在台湾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然后呢也波及到了身心灵产业因为呢台湾身心灵产业呢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很多人就开始怀疑是所有的心灵课程都是像这样的利用洗脑啦、操控人心的这些技术呢在牟利的导致很多人呢对心灵的课程呢都开始有一种戒慎恐惧、害怕的一个态度或者是干脆呢就不想参加任何的心灵的课程了3阶段课程的确是会有问题的，而且呢就我的观察，它会制造心理创伤，严重的话有些人会引发他的躁郁症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心理疾病的。我是觉得呢这个课程是相当的危险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过呢其他的心灵课程真的就跟它一样吗？这样子的话呢我是觉得也太过偏激了因为呢毕竟呢其他的心灵课程呢未必呢是采取这样的方法，采取这样不正当的方式在处理的在这里呢喜乐要来做几个分析第一个，人的心灵真的不需要课程吗？席兰的影片的标题嘛，他说你的心灵不需要课程。可是呢也许是席兰年轻吧他可能觉得他不需要，他觉得他够强，他不需要这些心灵课程。可是呢并不代表呢心灵课程是不必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整个的教育系统里面没有在教导有关于 EQ， 有关于自己认识自己的心、认识自己的情绪、认识自己这个东西是讲得非常非常少的我们都只会叫你好好念书，好好念书，然后考上好的大学，你什么都不要管，不要谈恋爱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你只要乖乖念就好了。他很少放进去一个情感教育、情绪的教育。有情绪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面对情绪，我们要怎么处理情绪，甚至我们可能对情绪的命名都没有办法我要讲一个实在话，有很多的人尤其是男生他们对自己的情绪其实是很粗糙而且很不觉察的。他心情不好你就问他说你最近怎么样？心情不好，我觉得很烦。然后呢你是怎么样的感觉是难过啦，是郁闷啊，是生气啊，还是很低落还是没有价值感还是觉得很失落结果他们完全都讲不出来他的情绪是什么，他只觉得很烦，他只有一个形容词就是很烦，他连对自己的情绪命名、分辨出是哪一种情绪他都没有能力如果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你认为他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吗？所以呢你会发现呢很多东方男人处理情绪方法就是去喝酒，就这样子糊弄过去了，所以会有很严重的酗酒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情绪，他认不出自己的情绪，也不知道处理情绪的原因，然后也不知道碰到负面情绪的时候他应该要怎么处理，然后他只会喝酒如果喝酒不够，那就再去吸毒，就是这样，他们都只能这样去处理他们的情绪，处理他们的内在的冲突或者不舒服。所以呢其实呢我是这么认为啦，情感教育、情绪教育、自我认识这个东西事实上是要教的，事实上是要学的，而且也必须要变成课程。不过呢好像呢这都没有，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坊间呢就开始这类的心灵课程、自我认识、自我觉察，或者是甚至灵修的这些课程，心灵上面的课程呢就开始蓬勃了起来。原因是因为我们很缺乏这些东西，我们内心是非常苍白的，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自己。事实上我们是需要心灵课程的。第一个呢我是不怎么赞同说你的心灵不需要课程这件事，你的心灵是需要课程的。再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谈到呢，如果我们的心灵需要课程，我们如何找到一个健康、正确的、好的课程呢？这个呢反而是一个重点。坊间的课程林林总总可是呢我常常发现呢许多的我觉得不健康或者是有问题的课程是在掺杂在其中的因为喜乐呢参加过许多的课程所以呢我相信呢我是有足够的资格来谈论这个问题的因为喜乐参加过的心灵课程至少少说也有10种以上，这些东西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我也知道呢哪些课程呢有哪些的优缺点
或者它的所谓的限制。这个部分呢，跟各位分享哈，我自己的经验，然后我归纳出来的几个守则哈。第一个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从它的宣传方式呢，去判断它这个课程是否有问题。课程前一定会有人来拉，或者是你有去搜索相关的资讯，它上面的介绍，或者是介绍你课程的人呢，他是怎么样介绍这个课程的？我们从他的介绍的方式，就会看得出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课程可能有问题。第一个，介绍的人呢，他从来不告诉你呢这个课程的实际内容，他所要介绍的技巧、方法，或者是呢流程。他没有告诉你，他只会告诉你，你参加了就知道了。我也讲不清楚，但是就是很有用，它多好又多好，多赞又多赞。我学了以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人了啊！这种诸如此类的这种推销词，可是这些推销词其实是很苍白的，因为你还是不知道这个课程里面到底在搞什么鬼嘛。一个健康的或者一个比较正常的课程，他一定会告诉你。这门课他想要教导你什么？他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有什么样的程序？如何让你达到的？他会讲得非常的详细，让你知道说，哦，我来参加这个课程，我可以预期呢，那可能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我就可以知道我们将来会遇到什么。那我们这样子，我们经过了我们的思考，然后我们觉得是适合了，我们再去参加嘛。可是如果你去了，就好像不知道在干嘛，这个里面十之有九有鬼嘛。就像那种拉直销的人，他绝对不会告诉你呢，他是来直销的，他会告诉你说，我告诉你一个很厉害的赚钱方法，那他怎么赚呢？你来就知道了。他就拉你去直销的那个团体，然后呢就给你洗脑嘛，脑波比较弱的人，你就可能就被拉过去了。所有的人都一定要了解，你如果要参加任何一个课程，你必须要对它的内容、对它的方法、对它的理论、它的逻辑跟它的里面会发生了什么样的程序呢？要有十分的了解。它是透明的，可以让你检验的，甚至你可以拿那个东西问其他人，他这样的流程是不是有问题的，或者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观念是不是好的？你可以去参考别人的意见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在跟你讲的那个人，他是否能够清楚的告诉你里面发生什么，他做了什么，用了什么方法，然后呢很明白的告诉你这些东西。三阶段课程就是完全不告诉你，他会说如果你跟他讲的话就会破坏体验，其实不是啦，他是怕他的手法呢外泄出去之后被人家看到之后就知道这个人这个是一个洗脑的手段，马上就会被人家揭穿了。第二个呢，他们在介绍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是否呢有强烈的保证你会参加课程中你就完全不一样我想要跟各位朋友说没有一个东西你学了以后完全就不一样的。人的心，你想想看，你从小到大到这里可能20-30年、30-40年，甚至50-60年的时间所累积的人格、累积的心理状态、累积的心理的问题，参加一个课程马上就变好了，这个是一种速效的心态，我们速成的心态。就好像你做重量训练真正的重量训练没有个5年好好的训练，然后配合饮食，那很认真的练呢，他是练不出个什么成绩了。如果要告诉你可以100%保证，那10有9个就是要你打药，你就知道所有速成都有很多的后患跟后遗症。所以那些所谓的速成呢，都只是一种假象所有的内心的修持尤其是心灵的修持是没有速成这件事情的。我们都要一步一步的面对自己的内在的创伤、恐惧幽暗、黑暗这些东西，我们要一个一个认清并穿越。这个过程其实是缓慢而且不容易的，而且不是一个舒服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只要呢这样子你就可以 OK 了那就跟你讲说我给你一颗安眠药，你吃了就能够睡觉，那有什么两样呢？可是你失眠的原因有解决吗？并没有你只是用药的方式把自己打昏而已嘛。讲个实在话就是这样，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睡眠。那它很有效，有效可是呢，这种有效是真的解决问题吗？还是在掩盖你的问题呢？甚至呢，可能会制造更多的后遗症呢。所以呢，不要相信速成速效，立即马上50年或30年累积的心理问题，我只要经过一个10天或者甚至更短的时间的课程，我就焕然一新，我就变得不一样。这都是骗人的神话。很多的推销术呢，都是利用这种
人想要求速成，不想要花力气，只要花钱，然后我好像经过什么就可以变成什么，我们都要用外力来扭转我们。那跟吃安眠药有什么一样啊？吃安眠药我就可以睡觉啊，这就是靠外力嘛。那问题有解决吗？它是不会有解决的哦。尤其在心灵的层面上，这个更是如此哈。所以呢，我这边呢必须要很唠叨的呢，好好的再跟各位沟通这件事情。好，再来呢，我们就来讲到呢有关于课程内容的部分。在谈到那课程内容的部分的时候，我们怎么觉察这个课程是有问题的呢？第一个，这个课程内容是否呢一直强调呢权威性？你要服从权威，你要服从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你去看那个课程的内容呢，它是否强调呢？这个是多厉害的上司，他有多好的神通，或者他有多伟大的洞见，或者说他是高龄，他讲的话多有智慧，怎么样怎么样，他都用诉诸权威的方式，而且他要告诉你，你只要听他的就好了。如果他用的是这样的方式在做宣传的话，那肯定是很大的问题。这里面就已经是那个警报已经响得很大声了，因为呢，所有的邪教都是这样操作的。包含那个3阶段课程仍然是一样的，他都是希望你完全 follow 他，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你的小我。在他们最喜欢用的句子就是放弃你的小我，那都是你的小我在作祟。你不听我的话，你是你的恐惧、你的害怕、你的担忧、你的小我在作祟，你不要听他的。大我比较厉害，大我比较伟大。那大我是谁呢？就是领导者，就是大我，他高龄的旨意啊，你要听他的啊。他讲的话才是正确的啊！你要放弃你的小我的作祟，这个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好的课程呢，都是自由的。一个好的课程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他会希望你学到这个课程，你学完了，你好好的用功，你好好的用，然后呢，你就可以自己站起来，不再需要他的扶持，跟他询问了，你可以自己发展你自己。越来越圆满，越来越能够自立的，而不是呢越学就开始问我家里呢沙发要摆哪里，我都要问老师一下啊。今天出门会不会跌倒，要问老师一下啊。当然这个是比较夸张的，可是真的有些人就是开始这样的神经兮兮哦。我是有发现啊，有些人通灵之后，他整天在问他的高龄啊，我今天出门会不会有问题？然后高龄告诉他你出门会出事，他就不敢出门，到最后整个人都神经兮兮了。那个其实是问题很大的，因为你已经把自己的力量完全交给别人了，那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哈。所以呢，如果呢他的课程内容呢是偏向于这个，你要完全的臣服这个所谓的课程的领导，他是完美的，他像佛陀一样，或者他像神一样的完美无缺，那他讲的话都是真理，你要完全的 follow 他，不能有个人的想法。其实以在现在的社会来讲，我完全不建议这样的课程，有问题的可能性是 99.9%。再来呢，你进到了这个团体之后呢，你要开始观察2件事情。第一个，观察这个课程的领导者，他是不是言行合一，也就是他所教导的东西跟他自身所做的是不是一致。譬如说他整天讲的光与爱啊，要原谅别人啊，可是呢别人只要稍微冒犯他就大发雷霆，还是他只要愿意在冷气房里面讲光与爱，然后呢出了外面呢，对于其他人呢，对外面的这个服务生呢讲话就是指使仪器的哈，说众生平等，然后你出去的时候呢，上跟下的位置非常的明显，那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大。事实上呢，一个理性的领导者他是可以跟你谈的，他可以解释那原因啊。如果你不接受，他也能够接受你的不接受。比如说萨满常常要跟土地连结，那他这个导师他是不是身体力行？他常常做跟土地连结的仪式。像我有认识李玉清老师，他就是应该是南美萨满引进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哈，那也很有名气。他的做法是，他每个月他都会到山上，到山里面呢去做仪式，做供养，做他的祝福仪式，去净化这个土地的仪式。这个事情呢是他一直在做的，他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是他修行的一部分。如果他这个人是身体力行的，而不是呢我在教萨满的时候我才是萨满，平时呢我根本跟大地都没有连结，我只是嘴巴跟大地连结，可是事实上呢身体并没有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大。所谓的心灵团体或者是心灵课程它真的必须要是言行一致的。如果它言行自己本身都不一致的，那就不用说这个课程的品质会有多好。其实呢，我以前呢有看过一个灵性导师他在教丰盛课程，可是呢他常常连下个月的房租都交不出来。
他当然不会跟你讲，但是我看了我就觉得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教别人丰盛，你自己都3餐不继了，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在团体内的氛围是不是有过度的崇拜领导者？那信徒是不是有点狂热，有点过头？有的课程啊，我有听说有一个课程老师非常的专职，他常常在半夜呢要他的学员上课，然后呢上到晚上几点呢随他心里高兴，有时候上到晚上3、4点，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他那样疯嘛。可是呢，如果学员从中间比如要上到晚上12点，有的学员呢他想要去睡觉了，他会大发雷霆然后他就会说你不要再来上我的课了，我要把你逐出我的课程。他会请了他的学生，譬如说有的学生要请假，说我可能这一次没有办法来，他会生气他会说你敢请假的话，以后你都不要来上我的课。那学生都吓了半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学生都好怕他，然后呢，那把他当神看，觉得他好厉害，然后他种种的不太合一的事情，我觉得这已经有点精神疾病的状态譬如说晚上8点一个课看他有时候上到晚上2、3点，上了5个小时，停不下来，我都觉得他是不是躁郁症了？他会说他很严格，你不想接受严格的训练，你不要来。我只想招收这个最精英的学生，最精英的学生就是要能够忍得住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就不要来。那很多人为了他是一个精英的学生，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很赞的人，我是一个灵性的人，所以呢，我可以 follow 得上，我就觉得自己好棒棒。所以呢，这些东西呢，我想都要跟各位呢来好好的来谈谈。这个呢，我不知道啦就是这种人反而很有魅力，然后有一群死忠的人追随着他，也是我也觉得蛮神奇的。总而言之一句话很多课程都很不错的然后呢，可是呢，我们都要 follow 刚刚讲的原则。第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理性的，它是一个自由的。第3个，它是一个尊重个人的，它不是权威的，不是操控的。然后呢，它的手法呢，也不是告诉你呢，透过外在的东西就能够改变内在的什么的。然后它也不可能是速效的。我们的内心穿过内心的峡谷，穿过内心的黑暗，都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都是一点一点的慢慢的移动到达。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咯。如果各位朋友呢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跟分享如果想要得到影片的通知，请按小铃铛。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